给大家分享一个热搜话题：旅客在机场被警察索要100元，昆明边检称系外省公安行为。这事件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哪些问题？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评论。不知道这事儿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和边检这2年一系列复杂的机构改革有关，但这个事情十分抽象，抽象到人以为是编的段子。目前从网上根据当事人描述，所知情况是这样的：当事人出国旅游，在昆明出境，到了海关边检地方，发现边检前面有几个桌子，桌子上还写了不同省份。该旅客要求去湖南桌有几个警察，告他国庆出国都要报备，当事人就没有接到任何要报备的要求和通知。这个时候警察就把人带到摄像头盲区索贿，所以拿100元给我们领导买烟钱就解决了。帮你打个电话，把你护照应该是户口信息发过去，就相当于你报备了。当事人交钱上飞机，越想越气，觉得可能是遇上了假警察，就发了帖子，据说还报警了。所以然后有媒体问这个事儿，昆明边检人员说这是湖南公安在机场工作组的行为。总之整体水平下滑的程度令人吃惊，给人一种已经躺平了的感觉。第一，过去公安跨省行动造成的新闻事件，一般都有较重要的目的，比如当地支持资助企业，跨省抓捕医生，再比如跨省解访等等。什么时候听说过公安跨省摆上桌子乱收费的？第二，乱收费一般要挑剔名目，比如名片上拦截游客的理由是出境没有报备，那就收报备手续费100元。不管是100元是不是给引导买烟的小金库，你对外总要挑立个正当名目吧。什么时候听说过直接交上给领导买烟钱就通融解决的？第三，这种抽象曝光以后一般都说是临时工干的，就算云南不愿意给湖南打掩护，也可以把具体情况留给湖南方面公告。什么时候听过工作人员直接告诉媒体真的是湖南公安的工作组亲自干这些抽象事儿？第四，据当事人说，当时边检处是一排桌子，不光有湖南的桌子，还有别的省的公安组的桌子，也就是要求报备不是一个省的抽象行为，而是多省联动。评论区有朋友指出是为了方便拦截遣返电站人员，这确实有可能，有待证实。第五，边检虽然2019年起归了国家移民管理局进行了改编，但这个新事务移民管理局组织上属国务院，业务上还是由公安部参与管理。理论上公安系统依然直接掌握出入境信息，地方公安为什么要绕过边检，另设出入境检查，让人寻味儿。这完全是2个系统的人民警察。按理说出入境边防检查业务，也就是查验出入境旅客的证件，包括护照、签证，完全是移民局的业务。湖南警方这个工作组跨地区机场给旅客护照进行了报备，也是为了反诈，但移民系统的警察是干不出这事的，只管旅客要钱。第一，他们懂行，因为一直干这个业务的，知道机场这个地方管旅客索要财物是无论如何也跑不掉的。第二，他们内卷，之前还是现役的时候搞过一个什么提高边检服务质量，在执行现场装的全都是监控，而且要求无特殊情况40秒内验放旅客。之前我去俄罗斯的时候有过深度对比体验。俄罗斯的边境女警为了保护自己精心做的指甲，用圆珠笔敲键盘录取信息，验放一个人需要几分钟。相比之下，具体测试这个人显得太低级了，可以说又贪又不懂行，而且这么明目张胆，觉得最好再查一下是不是涉毒，这个事得严肃处理好，要不别的国家来这里办案也只能联系移民局了。